快走快走！陛下有旨，今日宵禁，再不回去，禁卫军就要抓人了。哼，抓人又要怎么样？生得皇后这么好的人，落得这样的下场，咱们晋国怕是要被那个昏君霍霍完了。你不要命了，敢说这样的话？快些走吧，这晋国看样子也待不下去了。咱们送完皇后这一程，怕是也得背井离乡，另谋出路了。今儿杀了多少个？回陛下，这是第698个。为娘娘自发送葬的百姓实在太多了，根本杀不完。他们都哭着去追灵车，活出一条命也要送完她最后一程。朕的皇后还真是会笼络人心，哪怕是朕这个皇帝，也得不到这样的拥护吧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朕这个帝王与他相比起来，差得多了？卑职不敢。哼。是不敢，而并非不这么想，对吧？这一场踏尽山水，数多少离合远去。我叫秦魏熙，圣国公主，晋国第4代皇帝姜怀燕的皇后。我死的那日，京都下了一场大雪，全城百姓冒着被姜怀燕斩首的结局，身披缟素，只为见证我从城楼一跃而下，结束这一生的传奇。我想，这怕是全城百姓给予一个公主、一个王后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大赞礼。这是我死后的第3个月，我不知道为何地府没将我的魂魄收回去，而是让我以游魂状态漂浮在姜怀燕的周围。或许苍天也看不下去，要让我见证她走向国破家亡的结局。陛下，夜深了，您一直吩咐不许任何人动长乐宫的东西。如今这里忌讳慎重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你回去吧，朕想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。切，我不知道姜怀燕在这更深露重的夜里到底演的是哪一出。在我为她的江山殚精竭虑出谋划策的时候，她在与弟媳沈兰如上演虐心大戏，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做出了以一城安危换红颜知己的蠢事。贱人！秦魏熙，是你背后动的手脚，煽动那些闲言碎语，逼死了我的兰如，是与不是？姜怀燕，是你自己做事冲动，不计较后果，你把她推到风口浪尖，百姓们都在骂沈兰如祸水，她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，吞金自裁，关我什么事？你说谎！秦魏熙，你敢说这背后没有你才推波助澜？你分明就是记恨她。记恨你公主之尊归为我的王后，可我的心里却在意的是她，所以你巴不得她死，对不对？我为沈兰如整理了衣冠，自以为已经做到仁至义尽，可姜怀燕偏偏觉得是我在背后做了手脚，逼死了她的白月光。于是她以向我故国出兵为威胁，逼我跳下了城楼，为她的白月光陪葬。如今以一个游魂状态，每日看着她像个孤魂游荡在这长乐宫附近，在夜深人静时抱着我的灵位哭泣。哼，我每次都只觉得滑稽。你是不是很得意看到我如今这番困顿局面？秦魏熙，朕的江山怕是要亡了。你在那边见着了，会不会觉得挺痛快的？陛下，快跑吧！魏国大军已经攻破城门，朝着宫中来了。咱们晋国亡国了。这一天终于还是到了。喂，姜怀燕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死别抱着我的牌位啊！说是你的血脏了我的轮回路，可怎么好？我可不想下辈子再跟你沾上关系啊！其实兰如说的对，我不该在娶了你之后还惦记着她，去打扰她的生活。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妻子。我他喵谢谢你啊！若不是圣国晋国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得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离我牌位远点儿，谢谢。姜怀燕，你要死自己滚远点死啊！我
算是倒了血霉了。江淮燕啊，江淮燕，我秦维熙不求别的，下辈子投胎，希望苍天开开眼，让我离你远一点吧，不要抱着我徘徊不撒手啊你！秦维熙，我欠你的债，下辈子还你吧。不要！天地颠倒，月消还一夜，须臾夜勾长，青丝与白发，双双绕成。我过来了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在发现江淮燕金屋藏娇，她与我摊牌的那天。我的母后早逝，父皇哀痛，此生不曾再娶。他曾说过要把江山传给我这个唯一的女儿，所以想要为我找一个顶顶好的夫君。5岁时，江淮燕来圣国做客，她会说的第一句圣国国语是“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”，未晞正是我的名字，所以两国在当时便定下了婚约。你既然已经发现，我也不瞒你，我钟爱的人是沈兰如，娶你不过是因为你是圣国的公主，上王以江山为嫁妆。希望你理解，如果不娶你，我们晋国没有办法向你们圣国借兵。停！太子，你这信息量太大了，你等我慢慢梳理一下。也就是说，从头到尾是你在骗婚，而且还厚颜无耻的让我理解你，接受你踩着我圣国的脸面，要迎沈兰如进府。这件事儿，你父皇答应了吗？秦维熙，你是生来拥有一切的公主，享受惯了金尊玉贵的生活，自然不懂得身份低微的人有多少不得已。可是你也不用这么刻薄我与兰如的感情吧？我和兰如是两情相悦，你搞清楚了，你才是那个后来者，插入我们感情的第3人。你要是倒了8辈子血霉吧，被骗婚还要被道德绑架。很好，江淮燕，果然你没让我失望啊！你还是和上辈子一样，不讲逻辑，听不懂人话的。太子误会了，我没有要阻止你，也没有要棒打鸳鸯拆散你们的意思。你呢，爱喜欢谁喜欢谁，咱们就做表面夫妻也是可以的。只是不知道你找我说这些是做什么？你是圣国的公主，父皇总要顾及你的面子。如果你不主动去找父皇说，他怎么可能同意兰如进门？哼！公主，您不会真的答应太子要进宫面见皇帝，为他求娶那什么侧妃吧？答应啊，怎么不答应？我不但要求皇帝同意他进门，顺便我这太子妃之位我也打算让出来了。啊？公主的意思，朕已知悉，两国联姻不是儿戏，请公主放心，此事是我晋国理亏，定会给公主一个交代。多谢陛下理解，圣国与晋国结秦晋之好，本是为了共同的发展，抵御环伺的强敌。儿女情长这种个人私事，是无论如何在国家大义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。魏熙从小便明白这个道理，只是如今太子实在抗拒，那咱们两国结盟可别变成了结仇，这反倒是让西晋看笑话了。陛下您说是吗？公主大意，说的正是。无论你与我儿这段婚姻能否存续，还希望不要影响我们两国盟约的关系才是。公主，那咱们就要回圣国去了吗？秦王应该不会这么快同意的吧？哼，由不得他。晋国和西晋、闽国开战在即，扣着我一个公主，平白在因为此事和圣国结仇，得不偿失。他必定会考虑清楚的。这事儿总归是他们理亏，咱们晋国军力是有的，努力发展发展，再找个别的同盟不是不可以。至于晋国要兴要亡，关我圣国公主什么事儿？走吧，本公主在这多待1刻钟，都是对自己的残忍。驾！贱人！公主，你真是好算计，好心机呀！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告诉你，在晋国你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，可是本公主也是圣国唯一的公主，我父皇指定的唯一继承人。要发疯找你爹，本公主可不惯着你。你就是用这套说辞去威胁我父皇，秦维熙，你
贱不贱？就这么眼巴巴的希望嫁给我？兰如还未进门，你就已经开始算计着利用我父皇去处理她。江淮燕，你放手，弄疼我了！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谁稀罕嫁给你了？放开我！不是你跑去威胁我父皇，他怎么会把我的兰如匆匆指婚给旁人？秦薇熙，你满意了？你处心积虑得到的结果，你真的觉得你就这么顺着你的心意吗？告诉你，往后余生，我江淮燕便会告诉你什么叫噩梦。怎么，现在开始怕了？你想做什么？太子，脑子清醒了吗？还觉得本公主非你不嫁吗？你这个贱人，放我下来！太子，人没有自知之明，照镜子你总会吧？实在不行，你学学那条狗撒泡尿，好好看看什么叫做现实。现在需要哭着求着让我圣国不要落井下石的是你晋国，麻烦你作威作福之前，先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底气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大点声！明白。公主，咱们陛下回信了，他说晋皇已与他修书臣民应有，太子此生是绝不可能有除您以外的太子妃的。晋国做到这个地步，咱们没理由得理不饶人。陛下说，让您再委屈一段时日。还是无法改变吗？查到了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圣国公主什么时候是一个武功高强的女子了？太子，我们派人去查了，根本没人说过她会武功，该不会她是沾上什么脏东西了吧？不可能，她那性子根本没变，怕是后面有什么高人指点吧。这个秦薇熙，当真可恨。太子请回吧，我们小姐说了，既然陛下圣旨已下，她便安心做圣王子的王子妃，以后和太子殿下没有关系。太子殿下既然娶了圣国公主，别忘了她吧。这是兰如说的，不可能，她一定是在和我赌气，我不会忘了她的。你叫她出来见我。太子何必苦苦纠缠呢？我们之间的缘分，从你娶妻的那一刻便就应该断了，剩下的都是强求。胡说！你心中爱的是我，我心中爱的是你，我说没断就没断。兰如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让你进门的，你相信我。太子，你还是不明白，你我之间的情是儿女私情，在国家利益面前，它太过渺小了。你与圣国公主的婚约是国事，私事怎么能影响国事呢？太子，陛下把我赐婚给别人已经是恩典了，你说再强求，是真的要逼死兰如吗？是不是秦薇熙威胁你了？兰如，你别听他的，我根本对他没有一点感情，我喜欢的是你。这重要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，求您去看看我们公主吧，她出事了。太子殿下，公主若是有个什么好歹，我可怎么和我们陛下交代啊？滚开！这秦薇熙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公主，您把自己关了3天滴水未进，让我们进去吧，公主。公主，你金尊玉贵的，以前在未出嫁时也是陛下捧在手心的宝贝，怎么嫁给太子后开始学起这些兵法、舞刀弄枪了呢？他满门心思都在与沈如兰的那段感情上，这两国的责任总得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扛吧。这战事越发吃紧，百姓们本就不富裕，要是真闹了蝗灾，内忧外患，也不知晋国能不能扛下去。公主，这些正事本该是陛下操心的，您贵为晋国王后，养尊处优就行，怎么非得揽在自己身上呢？他不管，我只能亲力亲为了。还好从前父皇教过我怎么处理政事，不然……不过，若是这治蝗的法子有效，对我们晋国的百姓也是福音，不是吗？公主，圣国使者来报，咱们陛下他驾崩了，使者让您尽快回国平定内乱，主持大局呢。你说什么？父皇他……
你父皇刚刚驾崩，朝政乱成一团。若是我晋国此时出兵，你该不会不清楚你的子民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吧？你疯了！你知道背刺圣国对你晋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江淮燕，你真的要为了他什么后果都不顾了吗？那就要看看你肯不肯牺牲了。跳下去！我的兰如死得有多惨，我就要你比他死得更惨。那么，我就不把这笔账算在圣国头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辈子我已经提出了和你解除婚约，可是沈兰如还是被指婚给了旁人，什么都没有改变？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只能走向那个命定的结局？真要为了这么一个蠢男人赔上自己的手吗？谁？过路人，要拿着吧。下次练枪走远点儿，三脚猫的功夫看着眼睛疼。你，得，算我倒霉，跟你们晋国王宫的人天生八字不合。这就生气了？好吧，其实我说笑的，你挺厉害的，招式不像花架子。管好你自己的嘴，下次嘴贱，我不介意给你撕了。哎呀，公主殿下还真是凶啊！不过记得上药啊，手上受伤了怎么撕我的嘴？开门！秦文熙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又在耍什么心机？你以为这样就能夺走本太子的注意力吗？我告诉你，若不是兰如劝我来看看，若不是你死了影响两国的盟约，本太子才懒得搭理你。你以为你威胁兰如让她死心，我就真的会妥协吗？少做梦了！这个女人什么时候这么剽悍了？到底是谁教她的武功？不对，这招式怎么有点熟悉？老子疯了才怀疑她出事，天塌下来她都不会有事儿。糟了，不是被我揭开了她的真面目，想不开了吗？喂，秦文熙，你可别死啊！起来，你这个酒疯子！想死回你的圣国死去！别恨我，我好疼！该死，秦文熙，你真是个麻烦精！是你啊，江淮燕，你也到地府了吗？不行，我要离你远一点，不然我下辈子又要遇上你了。你才到地府，你全家都到地府！喂，秦文熙，你清醒一点。要发酒疯回去发，爬什么树啊！来人，给姑把太子妃抓下来！哎呦！太子殿下，我们尽力了。太子妃武功高强，我们根本靠近不了她呀！不可以靠近江淮燕的父皇，我不要嫁给江淮燕了。从城墙摔下来，真的好疼好疼！你说什么？殿下，新酒汤已经为公主服下了。你下去吧，今夜本太子守着她。殿下，您说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本太子是为了两国盟约，不然你以为本太子乐意？奴婢该死，奴婢这就退下。真是上辈子欠了你，这辈子还得伺候你。秦魏熙，遇见你呀，本太子才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为什么要让我从城楼跳下去？江淮燕，真希望没有遇见过你。给我老实点，胡言乱语些什么呀？什么成楼不成楼，老子也不想遇见你。不要，江淮燕，不要伤害我圣国的百姓，求求你，不要伤害他们。你他喵的魔怔了吧？谁伤害你？原来他的睫毛还蛮长的。你他喵疯了吧？连官8倍里急报，宁国大军压境，连夺3关，城关请求增援。小六，朕就把城关的安危交给你了。我是皇兄一手带大的，虽说是兄弟，但是皇兄之于我来说是父亲般的存在。只要何晏在，城关就在。
公主，今日给成王殿下送行，你怎么闷闷不乐的？原来他就是成王，他就是那个上辈子死在城关，肚子被敌军破开后，里面全是稻草的成王。上辈子正是因为城关没有守住，晋国被美国拿捏住了咽喉要塞，才有后面我苦苦支撑的那么多年。可惜最终晋国还是亡在了姜怀燕的手里。难道重来一世，一切都已经是定局吗？小公主，手还疼吗？公主，这成王殿下也真有意思，在京都人人都叫你太子妃，他怎么叫你小公主呢？哦，不疼了，多谢成王当日赐药。功夫不错，谁教你的？本王记得代替太子去圣国营你时，你还是个只会哭鼻子的小公主呢。去晋国迎我的人是你。不多了，你省着点，下次别让我看见你哭鼻子。哎，听说了，咱们成王率3000军马对闽国发起奇袭，将被他们夺走的锦州抢回来了。成王还真是天生的将才啊，是我晋国的福星。可是听说锦州粮草已经不够了，闽国已经重振旗鼓，围困锦州。陛下支援若是迟迟不到，怕是要不好啊。父皇，无论如何，西南的兵不能动。可是河晏还被他们围着，西南方是郑国，我们两国既然结盟，公主也成了你的太子妃，莫非你对你郑国还有防备？父皇，自古以来哪有什么牢固可靠的盟约？咱们不能掉以轻心。至于六皇叔那边，咱们不如再等等，或许他有别的办法能够突围呢。公主，您这几个月操练亲军，原来是要带亲军去帮助成王吗？那可是咱们陛下留给您保护您的，您就这么用在晋国的战场上，多亏啊！岂不闻唇亡齿寒的道理？更何况，魏国攻下了城关，就打开了通往晋国胜国的咽喉。咱们晋国在苦撑，胜国那边也是一连丢失了10余城。唉，真是可怜了成王，苦撑多日，听说尸体啊都被敌人剖开，里面都是草泥树皮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我可听说你胜国的小公主，咱们晋国的太子妃，递了封书信进宫，就连夜赶来西北，也不知道情况如何。多谢公主，愿意为我们殿下收尸，缝好他的尸首。我等行军之人粗犷，感谢您给我们将军一个体面。应该的，他是为你们晋国而死，亦为我胜国苦撑过。虽然我与他素不相识，如今他的尸首面目全非，我也未曾见过他风华正茂的样子。但是他是个英雄，就该体体面面的离开。这是我们将军毕生的心血，里面有他的练兵对阵之法。他希望将来有一个人能在他离去后挑起晋国胜国的担子，保护好百姓。公主心怀大义，将军的心愿只能托付于您了。那本兵书我背了下来，这身本事算是你上辈子教的。说起来，我还没有叫过你一声师傅呢。那这辈子我就用它救你。我不信，真的没有办法改变这既定的命运。殿下不会有误，今早太子妃整顿好人马，就是朝着成州的方向去的。这个疯子，真以为自己能着？驾！叫大家跟紧了，咱们全速前进，一定要在3天内赶到成州。是公主。秦魏西，你给姑停下！太子殿下，你来做什么？哼，听说是殿下上禀晋皇岸边不动，让成王苦守成州。废话少说，跟我回去。滚开！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？江淮燕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，如果成州丢了，对于晋国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对于胜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？可那与你胜国公主有什么关系？秦魏西，别让姑说第2遍，回去。回去？殿下说话真硬气。那你倒是问问我手里的长枪答应不答应？殿下！
还请太子妃殿下手下留情。到底是跟谁学的这一身诡异的功夫？不对，这枪法怎么跟六叔那么像？秦美熙，你跟他江河燕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江淮燕，你觉得自己有资格质问我吗？早知你是这样的蠢物，我圣国绝不与你晋国为伍。你是孤名义上的太子妃，秦美熙，你别太离谱。太子妃，江淮燕，你从未将我当成你的妻子，你心心念念的都是沈兰如。这个太子妃，我早就当得厌烦至极。你以为我稀罕吗？今日我离了你太子府，说是死了，倒也算是一种成全，也好过顶着你妻子的名义与你纠缠一生。殿下，别去，危险！殿下已经发了12道飞鸽传书，请求支援了，可是迟迟没有援军的信号，还要继续发吗？发，继续发，援军一刻未到，就不能放弃。将军，城中已无粮草，可是闽国的进攻已经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，咱们这样下去，估计撑不过今天了。难道人力终有穷极时，一切只能到此为止了吗？难道终究还是要命丧于今日？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啊！殿下，属下多言，您为了晋国出生入死，可是陛下根本没有将您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当一回事啊！王将军，你是后悔了吗？可是你回过头看看咱们身后的百姓。哥哥，你吃。奶奶说了，你们要打坏人，保护我们，要吃饱了才有力气。我把最后的饼给你吃。我们的坚守为的从来不是处于庙堂之高的天子，而是这断壁残垣之下的众生。愿随将军华发，誓死守卫成州。咱们不能这么坐以待毙了。待会我会选3000人，随我一起奇袭敌方大营，目标是捣毁缴获其粮草。这一趟危险重重，王将军，不若是有个什么意外，守城的任务就交给你。殿下，不如让我带您。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这本兵法是我毕生心血之所在，若我此行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就把它交给那个来带领你们守城的人。我相信，在我走之后，能第一个赶到这城州，愿意为这城下众生负责的人，他必定是一个大义之人。公主，已经按照您的办法准备就绪了。咱们现在真的不用着急赶着去救城望吗？不着急，咱们再等等。殿下，咱们好像被困住了。殿下，方圆20里都有马蹄震动声，咱们怕是着了道。这是9宫4象阵法，先别自乱阵脚，记住，一莫要硬闯。看那边，有人在提示我们。欲炼造一支神兵，首要建设任务为军中号令之责。若能使士兵识得旗号，辨筋骨，鸣号令，分列阵，知进退，则一军可成。按东北艮攻，走生门。怎么是你，小公主？你怎么知道奇遇？晋国是你的责任，圣国也是我的责任。走吧，我知道该撤去哪里。闽国的军队很快就会发现你出阵了，他们必定会追上来。这是用水浇灌的土城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此前我与闽军交战路过此处，也认为可以做伏兵之所，只是苦于风沙而难以成营。眼下是寒冬，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过，汉末孟梅居士献曹魏之际，便令右军1000将士筑起土城后，用水浇灌，顷刻成兵，动得还挺结实。你这小公主，懂得军中奇遇，亦有作战奇策，真是了不起的姑娘。都是那本书的著者写得好，教我学有所成，如今才能救你一命。这么说，你的武功也是那位著者教的？那我还真想见见这位高人了。若有机会，必当引为知己。会有机会的。我把你救下来了，那是不是就代表着这荒诞的命运，在这一刻已经出现了转机？靖元13年年末，皇帝病逝，太子江淮燕登基为帝。这是太子妃秦氏与成王驻守城关的第1个新年，两国状况越发焦灼。他登基称帝了，你确定不回京看看吗？听说京里议论纷纷，他想立那位沈姑娘为后，
但你军功赫赫，又有晋国圣国盟约在前，满朝文武都不答应。重要吗？眼下，你明日的那场仗比什么都来得重要。你我共同在城关修建军事防线，他想和谁折腾，我都不关心。那个皇后之位，谁爱做谁做去。你还真是豁达呀。这样吧，看在咱们战友一场的份上，等明日那场仗后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行啊，那你最好是周全回来。不好了，公主，成王与敌军对战，被抬了回来。军医说他中毒了。带我去。军医，将军如何？将军中的是民国特有的奇毒秋罗香，中毒初期症状是全身无力，无法动用一切武功。若是不能尽快拿到解药，将军就会在沉睡中死去。此毒就是民国与咱们接壤的那座福岳山上的一种奇花炼制的，1000年一株，花为毒，根为药，只是很难寻到。福岳山又是出了名的凶险。唉，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本王有话嘱托太子妃。怎么，想哭鼻子了？你从不叫我太子妃的，只会叫我公主。所以，那个秘密是什么？对不起，那一年其实去圣国做客，不只是江淮人，且驾七七，白鹿为妻，教他们用你们圣国的国语念出这首诗的人是我。我知道太子妃这个身份于你而言是枷锁，是囚笼。对不起，我害了你的一生。靖元14年春，冰雪未消，晋国成王身中奇毒，闽国大举进攻。因为其艰难抵抗，晋国连失3回。江淮印决定御驾亲征。殿下，您吩咐给沈姑娘送去的礼物，她都退了回来。沈姑娘想转告陛下，她说她已经嫁给了您的皇帝，有了自己的新生活，希望陛下做个明君，忘掉从前的情，好好珍惜那个为您打江山、守江山的妻子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还说，其实有些情分只适合存留在记忆里。她出身低微，只是一个庶女，很感谢陛下在年少时对她倾注的喜爱与保护。可是如今身份早已不一样，陛下该放下从前，去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。他还说，魏熙公主是个值得您去珍惜的女子。她如今在哪儿？带我去见她。陛下来了。夜深了，你身子不好，该早点休息才是。陛下想好了，要放臣妇回去了吗？我的夫权还在等我归家。就真的不再给朕任何机会了吗？朕不明白，如今朕坐拥四海，为何你就是不愿与朕回到从前？是因为我们之间横亘着秦魏熙？陛下，您知道冒天下之大不韪强抢臣妻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朕是天子，谁敢多言？陛下显然不知人言可畏，但是兰叔知道，上辈子就是在咱们如今站的这块土地上，兰叔为自己选择的结局是吞金而死。陛下，我不是一个敢于冲破世俗的人，红颜祸水的罪名我背不起。陛下还想再以天下人的唇舌为鉴，杀我第2次吗？你说什么？吞金而死？你在说笑吗？陛下见过您的妻子这样的一幕吗？很熟悉，但是又很陌生，对吧？朕只知道她是圣国千娇万宠的小公主，后面知道她或许武艺高强，但是朕从不知道。陛下不好奇吗？她为何会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？你知道？我与公主一样，都是活了2辈子的人，我们都知道自己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样的，所以才会不甘心。陛下，她的一身本事，是因为你的不作为，她在上辈子的腥风血雨中硬生生磨砺出来的。她是全天下最称职的皇后。上辈子？不，这不可能。
那你们的结局是什么？因为陛下对我的在意，被闽国抓住了破绽。陛下做出了用石城换我性命之事，闽国借机煽风点火，我背负红颜祸水的骂名，不堪重负，选择吞金而死。陛下却迁怒皇后，是你将他逼得跳下城墙，天下为他批稿诉之人数不胜数，陛下杀都杀不完，短短3年，国破家亡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兰柔，你是在骗我？所以，陛下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吗？因为陛下太天真，你根本没有实力护得住我，护得住天下，却偏要强求。陛下，做您的皇后是一件很累很累的事情，因为你的不成熟，因为你的孩子气，你从未低头看过众生的疾苦，也不懂一个乱世里飘摇的女子求存有多不容易，所以你更不懂得，身为一个女子，她为你做到这样的地步，费了多大的勇气，存在多大的期待，而那颗心要怎么一步步走向枯竭？陛下，你想着皇族世袭的荣光，挥挥手指就能让我这样低贱卑微的人因你而改变命运？可你从未肩负过你的责任，你的子民，他们哭泣流血牺牲，你不在意。您觉得，就算我们在一起，又能有什么好结局？不过是青书史卷上多一个昏君和妖妃而已。公主，放弃吧。闽国知道成王殿下中毒，必定在这山上设伏，咱们此去必定九死一生的。若再行进30里还是找不到，你带着大家回去，剩下的我自己慢慢找。我一个人痕迹不重，他们没有那么容易发现。公主，这是军令。改变了这过程，却从未改变过这结局。秦魏熙，秦魏熙，别睡啊，秦魏熙。江淮燕，已经到地府了吗？你还活着，别害怕，我陪你回去。不，还没有找到解药，放我！别强撑了，你放心，我叫太医已经找到了救治皇叔的办法。真的吗？谁都不会再死去了。江淮燕，我在。我们回去后和离吧。好。收到江淮燕给我的木盒，也是静元20年春，我陪幼女在府中玩耍，暖风和煦，藤花簌簌如雨。晋国与闽国的大战早在3年前就结束，听说那场大战甚是艰难。史官浓墨重彩的记载，秦魏熙是如何利用岳浮山的那场雪，与城关设下空城计，活埋闽国主力10万大军。硝烟已去，徒留斑驳的断垣残壁。不过好在，如今新帝即位，气象异新，只有一人在那场大战中永远的消失，寻不到半点踪迹。如今盛国和晋国已经是一家人，国君是那位一生传奇的金国女子秦魏熙。这事朕答应过他，若有一日见你夫妻和睦，儿孙美满，能将前尘抛却，真正快意余生，会把这个锦盒送到你的手上，再告诉你他的死因。所以对外宣称他失踪，其实真相是他已经死了，对吗？当年闽国主力已经兵临城下，我选择兵行险招，但是城关需要留下一个幌子作为诱饵。我与何晏已经做好了部署，里应外合。可是那时何晏刚刚痊愈不久，于是他偷偷将何晏送走，自己留了下来，面临最凶猛的闽国前锋。等我赶到时，他已被种下奇毒，而唯一的解药早在之前救了何晏。
等我籍贯，便去向父皇请旨。大色号，我要让工匠打造一只柳枝玉英簪，送给我此生最爱的女子。兰如，那时候我一定会紧握你双手，谁也不敢再欺负你。那便就此别过吧。就算我此生与你再无白首，可是兰如，这辈子你会活得好好的，大家都会活得好好的。他说谎，大家都活得好好的，可是只有他死了。不是说好的和离吗？为什么是传位诏书？江淮燕，你中毒了，为什么不说？这段命运里面，上天一直很公平，没有把偏爱给任何人。秦维熙，你又怎么肯定重生回来的只有你一个？你想起来了我们上辈子的记忆？对不起，这声道歉，欠你2辈子了。可是往后，晋国的江山我能托付的人只有你了。你比我更知道怎么去当好一个皇帝，不是吗？或许还有别的法子。秦维熙，你恨我吗？其实我是故意对你坏的，我很可恶，对不对？可我也不是故意这样的，我只是有一点点害怕而已。害怕？我承认你的光芒太过耀眼，我身处其中根本就做不到完全不被你吸引，这正是我害怕的地方。我害怕有一天，我看向你的目光会比看兰如停留的多。可我的兰如又做错了什么？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也对，这段错综复杂的命运里，其实唯一错了的人是我。我的兰如，她身世不如你，见识不如你，本事不如你，样样都不如你。所有人都说我有眼无珠，放着样样优秀的你视而不见。可是她也是个善良通透的好姑娘，她没有治国之才安邦之计，她的平庸受限于她从小艰难的生存环境。她没有那么好的资源，也没有人教她你所擅长的一切，这不是她的错。或许人本身的劣根性就是会被身边更优秀的人吸引注意力，可是我很清楚自己一开始喜欢的是谁，我不愿放纵自己的心背叛兰如，那就让一切结束在恰到好处的地方。既然重来一世，我依然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结局，但至少有一件事我是可以改变的，那就是用我的死换你们都好好活着。若有一日你见他真正的忘却前尘，帮我送给他一个盒子吧。秦维熙，误你一生，真是抱歉。陪在你身旁。不知我的皇帝陛下皱着眉头是为哪般？你看，大雁飞过了晴空万里，终究会留下痕迹。江淮燕以为沈兰如已经将他彻底放下，可事实是，他依旧很伤心。那是自然，年少相爱不能相守，那个人终究是他春华秋梦中一道最深的伤疤，不敢触碰，假装遗忘。那我呢？上辈子的我是你临终抱憾未能相逢的一道伤疤吗？你知道了。送我入晋国的路上，你送我一颗糖，那是我圣国的铃兰花的味道。来到晋国以后，我翻遍晋都的铺子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味道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你知道我喜欢这糖果，自己动手做的，对吧？是，我对你的这份喜欢，早在多年以前便已经开始了。那时候的你，又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，看着我嫁给旁人的呢？江河燕，你的那本兵书，那些招式，都是为我量身定制的。你是早就知道，说你死在城关的战场上，为你收尸的人，必定是我，对吧？幸而最后，我的所思，你都知道。皇父大人，我与你错过一世，这一生，我们彼此都不会再错过了。
哎，听说了吗？吴越山一役之后，民国元气大伤。如今咱们郑国晋国合为一国，改国号为西，这下民国再不敢小觑了。我可听说，那闽国皇帝战败，生怕咱们找他算账，居然有意送自己的儿子来和亲。切，他想桃子呢他。和亲有用的话，咱们女皇大人从前都不用吃这么多苦头了。再说了，什么样的男子能比得上皇夫大人呀？该起床上朝了，我的女皇大人。不要，让我再睡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怎么变成小懒猪了？哎呀，朕现在是孕妇，肚子里怀着咱们未来的太女呢，嗜睡正常。可是今日闽国派的使者来求和呢。更衣！老娘不让他们把裤衩子都赔光，我就不叫秦未汐。皇父大人，您一早去厨房喂了小米粥，要奴婢现在盛上来给陛下吗？闽国使臣到了，他想着法子刮对方一层皮下，必定没什么心思吃早膳的。你叫厨房备好点心，待会儿上朝时让内侍监送过去。皇父大人，你去上朝啦。今春安排春闱选官之事，还有关于两国共同抗黄之策，就劳烦你多费心了。咱们晚上见哦。这算是对我劳心劳力为你分忧的犒赏吗？这叫钱财，晚上我再好好的奖励你。厨艺越发炉火纯青了，继续保持哦。闽国真是异想天开，居然想着用他们的皇子来与陛下和亲，还是陛下圣明，让他们把那皇子送回去，换了100来个在采桑种植这块有用的人过来，倒是能造福咱们的百姓。这次闽国算是大出血了，朕不但要他们舍掉7座城池，更让他们同意通商关税减半。最重要的是，赔偿咱们的那些银子，足以让咱们休养生息，把这些年打仗浪费的财力多少弥补回来。陛下圣明，如今咱们西国有了休养之机，未来只会越发蒸蒸日上。兰如，其实朕今日散朝宣你过来，还有一件要事想要托付。刚嫁过来成为太子妃时，我不明白江淮燕为何那般排斥我，直到后来我知道了你的存在。陛下明鉴，臣服那时已经一门心思与他断干净了。你别急，我不是要追究问罪当年之事，只是感慨，当时我曾经好奇过，为何他堂堂太子，宁愿背弃婚约也要和你在一起。可了解了，我才知道，兰如，你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女子。因为母亲的出身被家族看轻排挤，可你从未放弃过自己。你跟着游医学治病，学采药，哪怕自己再微末，也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帮助更多的人。臣服这些不算什么，比起陛下你，不，像我这样天生拥有上好出身资源、掌握权力的人，我能心怀天下，那是因为天下奉养我，保护好他们就是我的责任。可你不同，在被世俗压迫后，还能在苦难中保持宽容的你，才拥有着世上最难得的赤子之心。是这样吗？兰如，你的品德与优点，在大是大非上的觉悟，其实是很多男子也未必能及的。只是世人肯定一个女子，会以妇道妇德为考量，而我不一样，我会从另外的视角去欣赏你的好，这点哪怕是江淮燕也做不到。陛下，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些。我总觉着女子在这世上有太多的苦楚，那不如从我们开始，让女子的难处少一点，如何？朕会封你为女医院守，从今以后，你就专门负责研究那些对于男子来说不便研究的女人病症，特别是关于生产的。我阿娘作为一国之后，也因生产而亡，天下受苦的女子又何其多。朕允你招揽弟子，
朕是女帝，你是女医，未来朕还会有女宰相、女将军。相信咱们一点点来，总归能改变些什么。陛下，您别害怕，臣会守着您的。头戴时辰会长一点，别担心。何言还没回来吗？陛下，皇夫已经在快马加鞭回赶了。别怕，我在。慧熙，我一直都在的。我阿娘也是生我是离去的。何言，我好怕，我逆天改命，终是违背了天道。我怕老天爷不让我过这一关。可我还有好多的心愿没有完成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是最勇敢的小公主，也是最了不起的天下之主。你改命是保护了百姓，老天爷知道是非功过，天上看着呢。再说了，沈渊守在。是啊，陛下放心，胎相很稳，宝宝很懂事的。你记住，万一我有什么不测，江山交给你。你可以再娶新的妻子，但是兰陵花的当只许给我做。别说傻话，这么多的困难2辈子都熬过来了，傅月神的危机你也能逆天改命了。金维熙，我等了2辈子才得来的圆满，你怎么可以让我输呢？对呀，我怎么能输呢？恭喜陛下，恭喜皇夫，是个公主。慧熙，你听见了吗？是我们赢了。我们赢了，是我们赢了。